话说东吴在夷陵之战后元气大伤，蜀汉的刘备心想，这正是修复关系的好时机。他召集臣子商议，希望重新跟东吴结盟，共同对抗曹魏。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刘备与东吴重修旧好，共同伐魏，乃当务之急。马良陛下英明，此计甚妙，可派何人前往？只见一位年轻有为的官员，名叫张温，主动请缨前往东吴。他自信满满，觉得自己口才了得，一定能说服孙权。刘备看他这么有志气，就欣然同意了。张温启禀陛下，臣愿往东吴，说服孙权。刘备好，张温你此去，务必修复两国情谊。话说张温抵达东吴，孙权听闻蜀汉使者到访，自然是热情款待。他在大殿里设宴，隆重迎接张温，两人相见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孙权：张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请入座。张温：吴侯盛情，张温敏感妩内。席间，张温展现了他的好口才，言语之间似乎带着点骄傲，让东吴的文臣们听了都有些不服气。他好像在说：你们东吴的才子，有谁敢出来跟我比划比划？张温：蜀中人才济济，能人辈出，不知吴国如何？顾雍：此人言辞犀利，不免有些自傲啊。没想到，一位名叫秦密的蜀汉官员却站了出来。他虽然名气不响，但实际上是个深藏不露的智者。孙权听到张温这么说，便请秦密出来与他辩论，想看看蜀汉的真本事。孙权：既然张大人想见识，秦密，你便与他辩驳一番。秦密：臣遵旨，望张大人赐教。辩论一开始，张温气势汹汹，先发制人，提出了一连串刁钻的问题，想让秦密难堪。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口才，一定能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秦密哑口无言。张温：敢问秦大人，天地之间，何谓大？秦密：自然是天地为大，人亦为大也。谁知秦密不慌不忙，引经据典，用巧妙的逻辑和渊博的学识，逐一破解了张温的难题。他的话语虽然平静，却句句珠玑，让旁人听了都忍不住点头称赞。秦密：天有星辰，地有山川，人有德性。旁人：秦大人好口才。几番回合下来，张温渐渐招架不住，额头冒汗，脸色发白，最后终于甘拜下风，承认自己技不如人。这场辩论，秦密可说是赢得漂亮又霸气。张温：秦大人学识渊博，张温自愧不如。孙权：蜀中果然卧虎藏龙啊。辩论结束后，孙权对张温更加器重，也对蜀汉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。两国的邦交关系因此更加稳固，为共同抗魏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孙权：张大人此番来访，令我吴蜀两家更亲近了。张温：能促成吴蜀同盟，不虚此行。却说曹丕得知吴蜀两家又开始眉来眼去，心里十分不悦，觉得这是对他的威胁。他一拍桌子，决定要大举进攻东吴，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展现曹魏的强大。曹丕：吴蜀小儿，竟敢结盟，朕必亲征，踏平东吴。群臣：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。
曹丕果然说到做到，集结了数十万大军，浩浩荡荡地朝东吴进发。他还下令在长江上架起浮桥，准备跨越天险，直接攻入东吴腹地，声势震天。东吴得知曹丕大军压境，孙权和手下将领们都忧心忡忡。长江天险虽好，但曹丕来势汹汹，如果守不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都愁眉苦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孙权：曹丕势大，谁有良策退敌？众将：曹军势不可挡，恐难抵御啊！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位名叫徐盛的将军站了出来。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计策，建议在江边建造一座假的城池，上面插满旗帜，让曹丕误以为东吴防御森严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徐盛：陛下勿忧，臣有一计，可退曹丕。孙权：快说来听听。孙权听后大喜，立刻下令按照徐盛的计策去办。于是东吴军民齐心协力，连夜在长江边赶建了一座新城，城墙高耸，旌旗蔽日，看上去威武雄壮，真假难辨。曹丕的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长江边，遥望对岸，却发现一夜之间多了一座雄伟的城池，上面插满了吴军的旗帜，旌旗招展。他心中大惊，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震撼了。曹丕：这是何时建的城池？为何朕一无所知？司马懿：陛下，此事蹊跷，当心有诈。曹丕看到这座气势磅礴的新城，误以为东吴早有防备，防御力量超乎想象。他不敢贸然进攻，担心会损兵折将，于是下令停止推进，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。曹丕：此城坚固，不可轻敌，暂且按兵不动。许褚：陛下，可派人查探虚实。徐盛见曹丕上当，知道时机已到，他秘密准备了数十艘火船，里面装满了引火之物，并密切观察风向，只等一阵东南风起，便要发动火攻，给曹丕一个措手不及。徐盛：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部将：将军，风向已转，正是发动火攻之时。夜幕降临，果然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。徐盛一声令下，火船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曹丕的浮桥，熊熊烈火瞬间吞噬了浮桥和曹军战船，火光冲天，照亮了整个江面，场面十分壮观。徐盛：放火，烧毁曹贼浮桥。吴兵：火烧连营，曹贼受死。曹丕的军队面对突如其来的火攻，瞬间乱成一团。浮桥被烧毁，许多士兵落入江中，哀嚎声一片。曹丕眼看大势已去，只能狼狈下令撤退，仓皇逃窜。曹丕：快撤，快撤，此地不可久留。曹兵：将军救我！东吴军队乘胜追击，大获全胜。曹丕的数十万大军损失惨重，狼狈而逃。徐盛将军以智取胜，成功保卫了东吴，也让孙权对他的器重更上一层楼。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防守反击战。孙权：徐盛将军，真乃国之栋梁也。徐盛：此乃众将士之力，非臣一人之功。话说啊，蜀汉南方边境最近可不太平了，蛮王孟获老是来骚扰，搞得百姓不安宁。
朝中大臣都吵着要出兵，可诸葛亮诸葛丞相呢，却沉着脸，心里盘算着一件大事。诸葛亮，南中叛乱，非一次可平，吾当亲往，才能彻底解决。诸葛亮决定亲自出征后，那动作可麻利了。他调兵遣将，粮草辎重一样都没落下，把出征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，连哪支部队走哪条路都考虑到了，真是个军事天才。诸葛亮，粮草先行，辎重不缺，方可无后顾之忧。将领，丞相放心，末将以依令部署完毕。瞧，蜀汉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了，旗帜随风飘扬，士兵们精神抖擞，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，真是军容严整，气势非凡，好像整个大地都在为他们震动呢。没想到，这南方可真是个陌生的地方啊！大军来到了一条名叫泸水的河边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。周围的丛林里好像还藏着毒蛇猛兽，让士兵们都有些紧张。士兵甲，这水汽也太重了，感觉全身都黏糊糊的。士兵乙，听说这水有毒，可别乱碰啊。哇，才刚过河，就见到当地一些奇特的蛮人了。他们穿着打扮和中原人完全不一样，头上戴着羽毛，身上披着兽皮，看起来野性十足，让蜀军的将士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将领，这些蛮人服饰真与众不同啊。士兵，他们说的话，俺一句都听不懂。越往南走，这热带风情就越浓郁，处处是奇花异草，空气中还飘着各种从没闻过的味道。不过啊，这里的毒虫蚊蚋也特别多，让将士们吃了不少苦头，真是美丽又危险啊！没想到蛮兵早有准备，只见密林深处突然射出无数毒箭，像雨点一样飞来。中箭的士兵立马中毒倒地，哀嚎连连。蜀军初次交锋就吃了大亏，真是让人心惊胆战。士兵甲，哎呀，我的手臂好麻！将领，快撤！箭上有毒，不可力敌。诸葛亮见状，脸色凝重，他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很快，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原来是当地的水源有毒，他立刻想办法教将士们如何解毒避疫，真是太聪明了。诸葛亮，此地水土有毒，当寻清泉，以解瘴气。将领，丞相高见，末将这就去办。经过毒箭一役，将士们心里都有些不安。诸葛亮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亲自来到队伍中，鼓励大家不要害怕，说自己一定会带大家渡过难关，这才让军心稳定了下来。诸葛亮，将士们莫慌，吾有妙计，定能化险为夷。士兵，有丞相在，我们就不怕。经过诸葛亮一番部署，蜀军终于再次来到泸水边。这一次，他们准备充分，有了解毒的药方，也有了防备瘴气的措施。将士们齐心协力，浩浩荡荡地渡过了这条危险的河流。刚渡过泸水，没想到孟获的先锋部队就冲了过来，领头的是董荼那和阿慧南，他们带着一群蛮兵，个个凶神恶煞，想要阻止蜀军前进。两军瞬间短兵相接。董荼那，属狗休要猖狂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阿慧南，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这些蛮兵哪里是赵云、魏延的对手啊？只见赵云银枪一扫，魏延大刀一挥，两人如同猛虎下山，
瞬间就把孟获的先锋部队打得七零八落，蛮兵们吓得是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。赵云、蛮夷之辈，休想阻我大军。魏延，看我大刀，取尔等狗头！孟获听说先锋部队大败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亲自率领大军杀出来，只见他骑着一头红鬃马，手持长刀，身边跟着一群奇装异服的蛮将，气势汹汹，是要与诸葛亮一决高下。孟获，诸葛亮，吾必斩汝首级，为我将士报仇。两军在开阔地上摆开阵势，遥遥相对。这边是蜀汉的军队，阵型严整；那边是孟获的蛮兵，虽然看起来杂乱，却也野性十足。诸葛亮在阵前仔细观察，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诸葛亮，孟获果真骁勇，但勇而无谋，不足为惧。诸葛亮心生一计，他假装退兵，留下一些军旗和辎重，想引诱孟获上钩。蛮兵们看见蜀军撤退，立刻兴奋起来，以为诸葛亮害怕了，纷纷叫嚣着追击。江陵，丞相，这样撤退，孟获会不会起疑？诸葛亮，他生性鲁莽，见利忘义，并会中计。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，孟获这个直性子，看见蜀军留下这么多东西，以为是捡到便宜了，哪里还管什么计谋不计谋的。他大手一挥，带着他的蛮兵就冲进了蜀军的营地。孟获，哈哈，诸葛老儿，不过如此，快抢夺粮草！就在孟获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只听一声号炮响起，瞬间，四面八方杀声震天，无数蜀军从埋伏的地方冲杀出来，把孟获的蛮兵团团围住。这下孟获可傻眼了。蜀军将领放箭，活捉孟获！孟获，不好，中计了，快杀出去！孟获虽然勇猛，但被重重包围，哪里还能抵挡？他在乱军中左冲右突，最终还是被赵云、魏延两位将军夹击，活捉了去。这下蛮王孟获也只能乖乖就范了。赵云，蛮王休走，束手就擒。魏延，今日便是你的末日。孟获被绑着带到诸葛亮的大帐里，心里还万分不服气。他以为诸葛亮会羞辱他，没想到诸葛亮却是态度和善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里似乎藏着许多故事。孟获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我孟获绝不皱眉。诸葛亮，蛮王不必如此，吾有话与你说。诸葛亮语重心长地劝说孟获，但孟获依然不服气，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，不是真本事不行。诸葛亮看他这样，微微一笑，竟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放孟获回去。诸葛亮，吾放你回去，再与我战，可敢？孟获，放吾归去，好，待吾重整旗鼓，再与你一决胜负。话说诸葛亮率领蜀军来到泸水边，却发现这水不但有毒，周围还弥漫着一股毒气，让人头晕目眩。士兵们都不敢轻易涉水，真是伤脑筋啊！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士兵甲，丞相，这水有毒，碰不得啊。士兵乙，空气也怪怪的，吸了头好晕。没想到诸葛亮早有准备，他请教当地人后，立刻命人采集一种特殊的解毒花，熬煮成药水，然后
他让士兵们饮用并涂抹在身上，准备渡河。诸葛亮，将士们，此乃解毒圣药，喝下涂抹，便可安然渡河。果然，喝下药水的蜀军士气大振，他们不再畏惧毒气，浩浩荡荡地渡过了泸水，军容整齐，毫发无伤。孟获得知消息后，简直吓呆了，他哪里想到诸葛亮这么厉害？士兵禀：毒气没了，我们成功渡河啦！孟获：什么？他们竟然渡过来了？孟获虽然惊讶，但很快又设下陷阱，想趁蜀军不备时偷袭。他派出精锐部队埋伏在山谷中，准备给诸葛亮一个措手不及的大反击。孟获：我就不信诸葛亮次次都能识破我的计谋。没想到诸葛亮早就料到孟获会再来这一招，他预先安排了赵云和魏延2位猛将绕道设伏。孟获的伏兵还没发动，反而自己先被蜀军包围了，再次落入圈套。赵云：孟获，你的计谋已被丞相识破。魏延：束手就擒吧，别再反抗了。孟获第2次被擒，他被带到诸葛亮面前，气得脸色发白。诸葛亮依然没有杀他，反而把他放了，语重心长地劝他归顺。孟获还是嘴硬，说什么我还没输。诸葛亮：你心不服，我怎能强留？孟获：哼，再来再来，下次你不会有好运气。孟获被放了以后，气冲冲地去向目录大王求救。目录大王是个能驱使野兽的巫师，住在山林深处。孟获觉得这下诸葛亮可要吃苦头了。孟获：目录大王，请助我一臂之力，共抗诸葛亮。果然，目录大王带着他的野兽大军来了。只见老虎、豹子、大象咆哮着冲向蜀军，场面非常吓人。蜀军从没见过这种阵仗，顿时有些慌乱。目录大王：小小的蜀军，受死吧！士兵丁：天啊，是野兽，快跑啊！蜀军一开始确实有点招架不住，毕竟是第一次对上凶猛的野兽。士兵们被冲散了队形，只能且战且退，寻找掩护。诸葛亮看在眼里，心里已经有了盘算。诸葛亮：莫慌，按我号令，徐徐后退。诸葛亮看蜀军受困，心里已有盘算。他命令制作了会喷火、发巨响的机关车。当野兽再次冲来时，机关车发威，吓得野兽们四散奔逃，踩踏一片，场面混乱极了。诸葛亮：让这些野兽尝尝火与生的厉害。目录大王：我的野兽怎么会这样？目录大王的野兽大军彻底溃败，他自己在混乱中被杀。孟获好不容易才从野兽群中逃出来，却再次被蜀军团团围住，这下他真的跑不掉了。他第3次被擒。孟获：怎么又是我？天王我也。孟获第3次被擒，带到诸葛亮面前，他心里复杂极了。诸葛亮依然笑眯眯地将他放走，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。孟获表面上说服了，心里却在盘算新的诡计。诸葛亮：孟获，第3次了，你服不服？孟获：丞相大恩，我服了。孟获假意投降，跪在诸葛亮面前，口口声声说要归顺。他还提出要摆酒宴庆祝胜利，但其实心里盘算着要在酒宴上趁机发难，再次偷袭诸葛亮。孟获：丞相大恩，孟获愿将，请允许我设宴款待。诸葛亮看着孟获假意的表演，
心里早已了然，于是将计就计。到了酒宴当天，孟获的伏兵刚移动，就被诸葛亮预先安排的伏兵反过来包围了，计谋再次失败。诸葛亮，孟获，你的酒宴可真是别出心裁啊！孟获，诸葛亮，你又算到了。孟获第4次被诸葛亮抓个正着，彻底傻眼。但诸葛亮还是选择将他释放，语重心长地再次劝他。孟获虽然羞愧，却仍不服输，默默地离开，另寻帮手。诸葛亮，孟获，你若真心悔改，我必待你如兄弟。孟获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孟获离开后，虽然已经被擒4次，却还是不死心。他听说乌戈国的乌戈国主有藤甲军，刀枪不入，于是又跑去向他求援。看来这场仗一时半会儿还打不完呢。孟获，乌戈国主，请助我击败诸葛亮。乌戈国主乌戈图带着刀枪不入的藤甲军出战了。他们穿着轻便却坚硬的藤甲，连刀剑都砍不进去，箭矢也射不穿。蜀军第1次遇到这样的敌人，根本打不赢。乌戈图，哈哈哈！我的藤甲军刀枪不入，看你们怎么打！蜀军将领，丞相，这藤甲军太厉害了，我们打不过啊！诸葛亮想了个办法，他先假装败退，引诱藤甲军进入一个狭窄的山谷，然后他派兵在山谷两边堆满了易燃物，准备用火攻对付这支特别的军队。诸葛亮，藤甲军虽坚，却惧火攻，引他们入谷。只见山谷两边火光冲天，藤甲军的铠甲瞬间被点燃，熊熊燃烧。乌戈图和他的藤甲军就这样被大火吞噬。孟获眼睁睁看着盟友覆灭，自己也被第5次抓住了。孟获，不，我的藤甲军怎么会这样？诸葛亮虽然胜利，却看着惨烈的战场感到后悔。他又一次将孟获放了，并告诉他：“我以6请6放，你现在服不服？”孟获终于心悦诚服，决定不再反抗，真心归顺蜀汉。诸葛亮，我以6请6放，你现在服不服？孟获，丞相天威，孟获心服口服，愿永不反叛。话说诸葛亮第4次擒住孟获，这孟获嘴硬得很，一副死不认错的样子。诸葛亮看着他，心想这南蛮王还真是不死心啊，得再让他服气才行。诸葛亮，孟获，你这次又输了，可服气？孟获，我只是不小心，不算。没想到诸葛亮又把孟获放了，这次还亲自帮他松绑，态度超级客气。孟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心里纳闷这孔明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。诸葛亮，孟获将军，请便，望你下次莫再让我失望。孟获，你又放我，有何阴谋？孟获被放回去后，气呼呼地去求助乌戈国的国王兀图古。这兀图古可厉害了，手下有一支藤甲兵，穿的藤甲刀枪不入，非常难对付。孟获，兀图古大王，诸葛亮欺人太甚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兀图古，藤甲兵出动，并让蜀军好看。只见藤甲兵浩浩荡荡地杀出来，他们身上穿的藤甲泡过油，又经过特殊处理，果然刀枪不入。
蜀军的弓箭和刀剑砍上去根本没用，大家都被吓坏了。蜀兵一，天啊，他们的铠甲怎么砍不破？蜀兵二，这是什么妖术？快撤！蜀军跟藤甲兵交战了好几回合，都吃尽了苦头，刀砍不进，箭射不穿，藤甲兵简直像一群刀枪不入的怪物，把蜀军打得节节败退，士气大受打击。赵云，这藤甲兵果然厉害，我等难以招架。魏延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军必败无疑。诸葛亮看着败退回来的将士们，脸色凝重。他知道这藤甲兵虽然刀枪不入，但也有弱点。他立刻想到了火攻这招，这也是对付藤甲兵唯一的办法了。诸葛亮，此甲虽坚，却惧火攻，我有计策，可破之。马岱，军师妙计，我等愿听调遣。诸葛亮仔细研究地图，终于选定了盘蛇谷作为火攻地点。这地方地势险要，两边是高山，中间一条狭窄的山谷，易守难攻，简直是为火攻量身打造。诸葛亮，盘蛇谷地势险恶，正是我设伏之地。姜维，军师神算，此地确实天险。为了引诱兀图谷进入盘蛇谷，诸葛亮命令蜀军佯装败退，一路丢弃辎重粮草。兀图谷看到后，果然中计，以为蜀军真是溃不成军，得意洋洋地追了进去。兀图谷，蜀军果然不堪一击，追击。孟获，孔明黔驴技穷，这次他死定了。只见藤甲兵一队队涌入山谷，他们信心满满，以为胜利在望。殊不知，这狭窄的谷口已经被蜀军堵死，而两边高山上早已埋伏好了火攻部队。兀图谷，哈哈，蜀军已入瓮，全军压上。藤甲兵，杀呀！随着诸葛亮一声令下，山谷两侧立刻火光冲天，无数火箭和火油从天而降，整个山谷瞬间变成一片火海。穿着藤甲的士兵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诸葛亮，点火！兀图谷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快逃！藤甲兵的铠甲虽然刀枪不入，却最怕火。泡过油的藤甲遇火即燃，瞬间变成死亡的燃料。无数士兵在火海中挣扎，场面惨不忍睹，连空气都弥漫着焦味。藤甲兵一，好烫，我的铠甲烧起来了。藤甲兵二，救命啊！这场大火把藤甲兵几乎烧得片甲不留，兀图谷也惨死在火海之中。整个藤甲兵部队全军覆没，再也没人能阻挡诸葛亮的大军了。诸葛亮看着盘蛇谷里的惨状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他感叹自己虽然为了大局出此下策，但如此伤亡惨重，让他也觉得于心不忍，泪水都快要流出来。诸葛亮，虽为国计，实是伤天害理，吾心何安？姜维，军师勿忧，此乃不得已而为之。大火过后，孟获又被擒住了，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他看到藤甲兵全军覆没的惨状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彻底绝望。孟获，我无话可说了。诸葛亮再次面对孟获，这次他不再严厉，反而语重心长地劝说孟获。他小以大义，分析利弊，让孟获明白抵抗只是徒增伤亡，归顺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诸葛亮，孟获将军，你可知穷途末路矣？孟获，我心服口服了。
孟获终于彻底服气了，他跪在诸葛亮面前，涕泪交流，发誓以后再也不反叛了，愿意真心归顺。这是他第7次被擒，也是他真正放下骄傲的一刻。孟获，丞相神机妙算，恩威并施，我孟获心悦诚服。孟获，愿世世代代永不反叛。诸葛亮看到孟获真心诚服，非常高兴。他不仅没有惩罚孟获，反而给予他后代，还让孟获继续回去治理南蛮之地，这让孟获更加感动，死心塌地。诸葛亮，将军既已真心归顺，当无忧矣。孟获，丞相大恩，孟获没齿难忘。孟获被诸葛亮的宽宏大度彻底折服，他回去后认真治理南方，再也没有发动过叛乱。从此，南蛮之地归于安宁，蜀汉也少了一个后顾之忧。孟获，丞相之恩重于泰山，我等必效忠到底。诸葛亮这次7擒孟获的壮举，不仅平定了南蛮，更展现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胸襟。他以德服人，让敌人心悦诚服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！诸葛亮，南方既定，我心安矣。刘禅，丞相神武，功盖天地。从此，蜀汉的后方稳固了，诸葛亮可以专心北伐了。而孟获也成为了南方的守护者，确保了边境的长久安宁。这正是兵不血刃，以智取胜的典范啦！话说孟获啊，虽然被孔明抓了6次，又放了6次，但他就是不肯服气，心想：我还有高人相助呢，绝对不能认输。他跑到老友那里，准备再请出骑兵。孟获，孔明这小儿太猖狂，我绝不服他。孟获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孟获去找了目录大王，这位大王住在万安谷，能骑着白象指挥各种猛兽，简直是野兽的总司令。孟获把自己的遭遇一说，目录大王立刻决定出兵相助。孟获，大王神威，请助我击退孔明。周遭满兵，大王一出手，蜀军必败。却说目录大王带着他的动物大军浩浩荡荡的来了。只见大象、犀牛、老虎、豹子，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野兽，吼声震天，脚步声隆隆，声势吓人。没想到蜀军从没见过这种阵仗，看到一群猛兽冲过来，简直吓傻了。士兵们吓得面色苍白，手脚发软，武器都快拿不住了，完全失去了战斗意志。蜀兵 A， 天啊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蜀兵 B， 快跑啊！我们打不过这些野兽。蜀军抵挡不住猛兽的冲击，节节败退，慌乱中甚至被自己的队友踩踏。目录大王趁胜追击，蜀军只好狼狈地撤回营地，士气低落到谷底。魏延，快退，先撤回营地再说。蜀兵 C， 太多了，根本挡不住。只见孔明不慌不忙，冷静地观察着敌人的兽军阵势。他脑中飞快地盘算着对策，心想：这些野兽虽然凶猛，但总有弱点。他胸有成竹，微笑着召集将领。诸葛亮，诸位不必惊慌，吾已有破敌之策。诸葛亮，兽类虽猛，终究惧火。孔明命令士兵们立刻赶制一种特别的火兽车。这些车子装满了干草和硫磺硝石，外面还披着画有猛兽图案的布，看起来像假的野兽，
准备吓唬敌人。诸葛亮，此车须外形凶猛，内藏烈火，越逼真越好。蜀军工匠，遵命，丞相妙计，吾等定当尽力。蜀军把火兽车推进了战场，埋伏在山谷两侧。士兵们手持火把，严阵以待。整个山谷笼罩在一种紧张又期待的气氛中，就等着猛兽大军再次出现。王平，将士们，务必听我号令，一同放火。张毅，今日定要让那些畜生有来无回。母鹿大王果然又来了。当他的兽军冲入山谷时，蜀军突然点燃了火兽车，熊熊烈火加上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把那些真野兽吓得惊慌失措，四处乱窜。诸葛亮，放火鸣金，吓退兽军。蜀军，杀！猛兽军团完全失控，甚至互相践踏。母鹿大王骑的白象也吓得发狂，把他掀翻在地。蜀军趁机掩杀，母鹿大王就这样命丧乱军之中。孟获也吓得逃走了。蛮兵，大王被踩死了，快逃啊！孟获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兽军啊！孟获又跑去求助乌戈国的兀图古大王。这位大王手下的藤甲兵那可不得了，他们穿的藤甲是浸过油的，刀枪不入，连箭都射不穿，简直是超级士兵。孟获，大王神勇，藤甲兵天下无敌。兀图古，哼，孔明有何惧哉？藤甲兵展示了他们的厉害之处。蜀军的刀砍在藤甲上，只听见锵锵作响，却一点痕迹都留不下。箭矢射过去，也只是弹开，完全奈何不了他们。蜀兵第，这藤甲也太硬了吧！蜀兵一，刀枪不入，怎么打啊？孔明看着藤甲兵的强悍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他命令马岱和魏延假装打败仗，一路后撤，引诱兀图古的藤甲兵深入一个叫做盘蛇谷的狭窄山谷。诸葛亮、马岱、魏延，你们二人领兵佯败，务必将藤甲兵引至盘蛇谷。马岱，丞相妙计，末将领命。兀图古看到蜀军节节败退，以为自己赢定了，得意洋洋地率领藤甲兵紧追不舍。他们一路冲锋，完全没意识到这正是孔明设下的圈套。兀图古，孔明小儿，不过如此。追！藤甲兵，杀光蜀兵，大王神勇。藤甲兵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盘蛇谷。这山谷地形险恶，两侧高山耸立，中间的道路蜿蜒曲折。他们以为很快就能追上蜀军，哪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死神的怀抱。就在藤甲兵深入谷中时，蜀军早已悄悄埋伏在山顶。他们手持火把，准备引爆预先堆放好的硫磺、硝石等易燃物，将整个山谷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炉。诸葛亮，各部听令，待藤甲兵进入谷中，便可点火。蜀军将领，丞相放心，万事俱备。当所有的藤甲兵都进入谷中后，蜀军立刻从两头堵住了谷口，出口和入口都被巨石和木头封死。藤甲兵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兀图古，怎么回事？前后都被堵住了。藤甲兵，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。随着孔明一声令下，山顶上的火把同时被点燃，熊熊烈火从天而降，引燃了谷中的所有易燃物。整个盘蛇谷瞬间变成火海，藤甲兵们被烧得哀嚎遍野。诸葛亮，
点火。藤甲兵。啊，我的藤甲着火了，好烫啊！孟获远远地看着盘蛇谷的火海，心头凉透了。他所有的援兵，最强的藤甲兵，全都灰飞烟灭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埋伏在外的蜀军抓了个正着。孟获，完了，全都完了。马忠，孟获，你这次还有何话可说？孔明第7次放了孟获，孟获终于心悦诚服，泪流满面地跪下说：“丞相神威，我再也不敢作乱了。”从此，南方真正安定下来，孔明也得偿所愿。孟获，丞相神威，七擒七纵，孟获彻底服了。诸葛亮，你既已真心归顺，从此南中便安矣。